我是2025届的文科硕士，从去年的秋招到今年的春招，一直截止到4月份左右吧。我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一份工作，简历投了大概8000份，然后秋招的这个招聘会每一个都去了，然后大家可能是觉得年龄有点大，然后包括各个方面吧，可能文科硕士真的很难找工作。美国将对华关税提高至145%，并将对其他没有报复美国的国家的对等关税暂停90天，希望在谈判后共同围堵中共。而中共决议全面对抗美国的关税政策。美中经济正在脱钩，对中国经济可谓是雪上加霜。估计呢，将有很多的企业会倒闭，失业率会更加的惨不忍睹。之前呢就有报道，大批失业人靠捡垃圾为生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。近日，中美航运市场出现显著的变化。4月10号，上海港口几乎看不见开往美国的货船，与之前的航运热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在未来1个月中，中美航线将取消26个航次，运力下降近40%。一些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货物装船了，但是因为无法承担高额的关税，最后购买商取消了订单。什么？关税要提高至145%，而非125%？受美国关税影响，导致中国对美出口订单断崖式下跌。据爆料，部分中国货主为规避天价关税，已开始中途弃货，将集装箱甩给航运公司，并且某上市企业透露，受美国增加关税影响，其日出货量从40至50柜暴跌至3至6柜，进口商因关税远超货值，宁可弃货也不提柜。业内人士警告，中美贸易或进入树洞期。美国加征税后，现在到美国的运输市场是真的惨淡。现在从上海港到洛杉矶，40尺高柜只要1600，到纽约只要2700左右，海运费这么低，由此可见这个船东他收不到货。这次是全面的加征，覆盖所有输美的商品，工厂和贸易商都在观望，看看后面会不会有什么新的政策，说不准过个1-2个月，加征又取消了呢。中国的经济3驾马车当中，其中2驾马车都熄火了，内需疲软，投资乏力。现在唯一还在正常运转的，那就是外贸了。中国对美国有3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，美中贸易如果脱钩的话，会有更多的中国公司破产，将引发大批民众失业。未来中国百姓的日子会更加的艰难。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感叹生活不易。近日，北京出现超强大风，公司都放假了，但是呢，很多外卖员依旧在狂奔中。观众朋友，现在我们在昌平的南环路上，这条街也是昌平城区的主要街道。咱们可以看到，现在风力已经明显的起来了，然后路上没有什么车辆。在辅路这儿还有一个这个被吹断的这个树枝，咱们给捡走啊。刚才我特意观察，就是在路边有一些外卖小哥还是在忙着这个送外卖。刚才风大的时候，有几个外卖小哥的车就停在路边，就骑不动了，就是一直等风小的时候才能骑。师傅，这么大风还出来送外卖？我没钱花吗？现在我刚才看风大的时候，好几个人都骑不动了。你这没事吧？骑车？他就是顶风的时候你慢点，顶风的时候慢一点是吧？顶风的时候你慢点骑，等这风过了你再骑。8小时工作制是中国劳动法规定的，可是工作8小时，在很多的行业根本就挣不够日常生活的开支。这位博主为了调查外卖骑手的生活现状，他也注册成了一名骑手去送外卖。他说这个行业很卷。调查过程中呢，其实我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就是这些外卖员们他们真的很卷，其中很多人每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以上，这样才能拿到自己的日常开支。也有不少的外卖员表示呢，其实以前不用工作这么长时间，是因为现在的单价越来越低了。在我自己送餐的过程中呢，我也发现了这个现象，就是平台的机制其实在帮助着骑手们内卷，让很多不愿意内卷的人被迫加入了内卷的行列。他们的单价从曾经的9块钱一单跌到了现在的可能2块5、3块5一单，但还有很多人抢着干。在北京送外卖1个月能收入多少钱？咱们找个外卖小哥聊一聊，1个月大概能挣多少钱？6、7千、7、8千这样吧。
有跑得多的吗？也有跑1万多的，但是需要真的需要玩命跑。我能看一下你今天跑了多少单吗？啊，可以。这是你们的平台是吧？对。这是每单的价格是吗？对，基本上都在5块左右。一单5、6块。你这个每天得跑多长时间？基本上每天都在12个小时以上，早上6、7点出去，到晚上8、9点、9、10点回来。这么长时间啊？对，要不然根本挣不到钱。跟我聊了一会儿，他又继续跑单了，每天也有跑15、16个小时的。要想多挣钱，就得玩命跑。骑手啊，拼的就是体力，拼的是在线时长，拼的是坚持。每单的时候见单就得抢，中晚高峰的时候每单都在争分夺秒。所以在北京啊，谁都不容易。如果遇到送餐迟到了，外卖小哥路线不熟，请多给一些理解跟包容吧。外卖小哥不容易，大学毕业生也不容易。这博主是一位文科硕士，他一直都找不到工作，他感觉人生好像是没有希望了。我不知道是真的大环境很差，还是因为我自身的原因。在校研究生期间，我也在不断的拿奖，拿了一些国家奖学金，拿了各种科研的一些设计奖，还有一些跟着导师做的一些省政府的一些设计项目，但是毕业却找不到工作。父母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付出了这么多沉没成本，我感觉现在挺没有脸见他们的，然后也不敢联系父母。我现在真的什么工作我都找了，真的好难，每天都很焦虑，睡不着，每天都试图让自己忙起来。我感觉这辈子我的人生可能就这么完蛋了吧，每天都很焦虑，然后也没有人可以倾诉，也就只有在互联网这片区域能稍微的敞开心扉了吧。博主阿奇是一位24届的毕业生，他之前呢有一份工作，当时他觉得网上说找工作很难的视频应该是骗流量的段子。他想，大家都是有手有脚、实力健全的人，怎么可能找不到工作呢？最差的也可以做销售养活自己吧。他在1月份被公司裁员以后，才发现现在就业环境确实很严峻。就现在的就业环境真的已经变态到变态了。就是我我被辞职之后呢，我就一直在广州、深圳、东莞这一块找工作嘛，然后2个多月呢也是面了10几家的公司，但是只收到了1个 offer， 而且还是第一家他就给了我 offer， 但是那一家当时就是我先讲一讲，我做的是售后医疗器械售后这一块嘛，然后那一家给的待遇呢就是4500块钱1个月，然后单休，然后不包吃不包住。那当时面完的时候我就笑了呀，我就不想去这个公司。然后我跟我妈说的时候，我妈也笑了，然后她就说你随便找个厂去都不止4500块钱，而且还包吃包住，然后那个反正也是单休。然后因为那是第一个嘛，然后当时我也挺有信心的，我就毫不犹豫的把这个 offer 给拒绝了，然后去找其他家。但是事实上呢，就2个多月了，且只有收到过这1个 offer， 剩下的我就再也没有收到 offer 了。我是一名2024届的应届大学生，已经毕业快半年了。出了社会以后才发现自己的研究生学历真的是一文不值，生活的压力将你曾经的骄傲一点一点的碾碎。什么学生会主席，什么主持人大赛1等奖，关于就业真的一点用都没有。也许这个社会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大学生，只是需要大学生的学费。上大学的时候嫌弃父母给的生活费太少，工作后才发现想每个月给父母1000块钱简直就是要了你的命一样。
从最开始的嫌弃父母，到后来的理解父母，最后发现自己还不如父母。真的觉得想挣钱不一定非得上学，上大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这一代的大学生似乎成了某种意义上就业困境的代言人。我们解决了大学老师的就业问题，解决了学校周边商贩的就业问题，可唯独解决不了自己的就业问题。大学生养活了那么多人，可唯独养活不了自己。为什么广州这边的工作这么难找啊？我来广州已经大半个月了，现在的状况就是招聘软件已经刷烂了，已经没有人找我面试了。我原本以为啊，就是在这边一线城市嘛，起码工资会高一点，然后工作的机会也会多一些。结果恰恰相反啊，我不知道是今年行情怎么样，还是其他的。这边工资低，然后事情很多，这些都算了，然后物价也很高。我那天去问了一个烤豆干，还要7块甚至8块钱，我直接就走了。等你真的到了这边，你会发现连1块豆干都吃不起，连工作也找不到。现在3年大专一场空，背着书包下广东，结果就是这样子啊。我刚刚看到一个30多岁的男人在垃圾桶旁边捡垃圾，捡空瓶子，捡了满满一袋子。我是挺有感触的，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，让一个30、40岁的男人，中年男人，他不得不捡垃圾、捡空瓶子为生？实在是没工作，找不到工作了才会这样，而且又吃不上饭。我觉得现在30多岁找工作真的挺尴尬的，大厂都在裁员，各个大公司都在裁员，甚至有些公司直接没了。我之前教育行业嘛，教育行业没了之后，真的很难转型。你现在能干的就3样，要么就是自己开个麻辣烫这种店儿，要么就是创业做电商，要么创业做自媒体。这3样基本上都是一个博概率，就是它不是一个必胜的值，它只有10%的可能性能做成，剩下的90%就是炮灰，你不得不选择这条路。昨天跟一个做电商的老板聊天吧，他就说他现在没有办法招人了，招人成本太大了，就干嘛呢？付费上班，你来我这上班，你得先交学费，我教会你，你能不能做起来？你要能做起来，你是我们团队的一部分，我的资源给你用，我们一起共创。电商老板说，如果你做不起来，那我把资源给你也没有用，我还得给你发工资。博主听到这儿觉得挺悲凉的，现在都成这样了。90后不上班捡垃圾3天能卖多少钱？今天带大家真实看一下。这个角落的垃圾是我昨天晚上花2个小时捡的，塑料瓶、易拉罐和纸皮要分一下类，没有大口袋拿起来就是麻烦。看电梯棉堆满了。但是这个看颜色哈，这个颜色1块，这个颜色7角哈，这11块，你补1块吧，12块吧，知道吧？这条就几元了去了。3天卖了22块钱，购买1斤肉，是你愿意去捡吗？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